块钱用10年，在农村这样的小院子里面，大家觉得划不划算？你想在农村有一个老院子吗？这个事情我已经想了2、3年了，今天终于给它实现下来了。看，这个老院子我已经来看了2、3次了，我准备给它盘下来，先带你们进去看一下。非常传统的云南的老民居，这个院子已经有3、4年没有住人了，所以说非常乱。先带你们去看一下里面房子的结构。从这里进去就是房子的前院和正厅。这一间是之前的老厨房，整个院子是怪石嶙峋、荒草丛生的，我感觉我自己接了一个大大的烫手山芋。这个就是房子的整体结构了。一个正室，2个耳房，再加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吊脚楼。这些老木料的话，我是一根都舍不得丢，就算是拿来做柴火，也要给它留下来。你看这个砖，用稻草和那个泥土做的，现在已经没有师傅会做了。这个就是传统的土坯房。哇，我在这里居然看见了郭富城、郭天王年轻的时候。这个透风的小窗台，要是摆上2盆茉莉，会不会满屋飘香？这个是之前的猪圈，看，我准备在这里开一个窗户出来，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做一个火塘，要是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烤火取暖、唱歌了。这个山墙太高了，有点影响采光，我准备全部给它拆除掉。你看，芦苇都从墙里面已经伸出来，哇，这个楼梯好有年代感啊，踩着嘎吱作响。这边这间就是刚刚猪圈上面的小阁楼了。这个院子也太破败了一点吧，我在想这些石头要怎么搬出去啊。哇，这个老门板划出有好几10年的光景了吧，在木头上都已经划出了它这痕迹。你看，小时候在农村长大的朋友，你们家住的老房子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瓦？年久失修了，上面好多瓦都坏了，得把它拆下来重新补了。现在都已经找不到这样的老瓦了，就是想办法保留好完整的，再给它补上去。这个瓦上的青苔好有感觉呀，再配上云南的大南天，滤镜都不用带的。我才发现这个窗户还蛮有意思的，居然是这种撕拉砍的，和你们看的那个现代化的断桥窗户是不是一样的原理？前面的这一排山墙，我想给它全部拆了。但是这上面的老瓦片给它留下来，有用处的。这个应该是每一座老房子的标配了吧？你们家有吗？这间屋子我发现一个老古董，哎呦，线都已经碎了。总体来说，这个屋子比较宽敞，前院和后院的话也比较敞亮，而且它的整体的结构是没有什么大影响的。但是想要把它修葺出来使用的话，还是要花费不少的精力和成本的。本来我第一次来看的时候，我是压根儿没有考虑的。但是呢，村委会给了我一个比较诱惑的条件，就是说，如果我愿意把这个老房子给它做修葺、翻新出来维护使用的话，他们可以给我免费用10年。所以我就在犹豫、徘徊中，决定到底要不要把它拿下来。有没有懂这种老房子的改建和修葺的朋友们，能否给我支支招？这样的房子我真的是一点概念都没有。走，我带你们去后院再看一下。这后边这个赠送的露天阳台面积也太大了吧，着实让我吃惊。但是我这个清理的成本也太高了吧。那个烤房那个没有修建完成的那些小房子，我准备全部给它拆了，这样弄出来应该是一个比较宽敞明亮的好院子。我这个院子的话，交通还是比较便利的，距离城区也就是20分钟的车程。我已经找工程队的师傅帮我盘了一下，就是整个的修葺下来，能够正常使用的话，得花10万块钱左右。10万块钱用10年，在农村这样的小院子里面，大家觉得划不划算？值不值得我盘下来？现在工人师傅已经开始翻瓦了，这些瓦片都是几10年前的老瓦。现在的话也没有工厂生产了，买也买不到，所以我们就拆下来，给它好好的保存下来，到时候再重新翻新之后给它铺上去。看这个老瓦片上的青苔，好有感觉呀。好，全部给它拆了。不往往张嘴好看了。
看这个东西，叫瓦猫，是我们云南的盖房子的时候都是必备的一个镇宅的瑞兽，眼睛嘴巴大大的哈，屁股小小的，看前面是一个八卦镜。呆萌中又有一丝这个凶狠的感觉哈，看上面是有一个王字，这个是一个屋脊兽，就是我们在厨房的房顶的那个屋脊线上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瑞兽给它镇宅的，有点像狮子，但是呢又不是哈，是一个整块的雕出来的，都是一些上了年头的老物件了，咱们给它收进去摆在屋子里边吧。拍下来。过去几十年，咱们这个瓦沟里面的这种防水啊，全部是用的是泥土来做的。1个多小时的时间，师傅已经把那个厨房顶上的瓦片全部翻下来了。接着，我们今天下午就把这边的瓦也全部翻下来。本来我觉得1个月肯定是翻不完的，但是今天一上午工人就把那个瓦片都翻了很多。今天是第2天，我没想到师傅们会那么快就拆下来了。现在地上更乱了，看看。我们云南的大蓝天，透过这样的一个木质房顶，会不会更有格调？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老瓦片全部进行一个高压水枪的清洗，然后呢查缺补漏，买新的瓦片给它铺给它磨平之后，再上那种防蛀的油漆，给它漆一遍才更打稳一些。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把这所有的瓦片全部给它翻下来，然后乱七八糟的石头块全部给它运出去，不然到时候搬出去了，要想再找回来就很难找。把这些石头，还有这个房子，还有这个房子全部给它拆除之后，整个院子应该会宽敞很多。怎么样把它变得更漂亮一些？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下面的木船子，全部给它打磨出来。每一根这个木头的顶梁，还有这个上面的搭瓦的船子，都是一寸一寸的磨出来的，特别的厚。你看这个瓦片打磨出来之后，年代感依然很足，只是上面的这个青苔洗掉了，但是呢，看着就要清爽干净不少了。咱们光是把这些瓦片给它清理出来，就大概要花费4天的时间，然后再给它盖上去，还得花费4天时间。这个开窗户。这些我们拆下来的棚土啊，都已经用水给它和过了，然后再往上盖瓦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上去用了。你看，咱们这个窗户的话已经就凿出来了，整个墙体的厚度差不多有60公分，而且它用的材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用的稻草和黄色的那个粘土做的一个土坯砖哈，夯实之后给它砌的墙。咱们楼上原本是准备开3个窗户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地方出来了。说就是所有的取下的瓦片，今天就可以把它打磨出来了。这个进度我觉得还是蛮快的。磨出来之后，不管是这种屋脊瓦还是这个沟头瓦哈，质量都还是挺好的。这种老瓦片，才过去花10万块钱改造了，用10年稻子盖瓦是怎么盖的？它为什么都不漏水呢？是去补充了一部分的新瓦片。这个瓦是我们沟头瓦的第1片，用作滴水用的。然后这个呢是我们上面的屋脊瓦的第1块，你看这个圆圆的就能够把我们水泥还有泥巴都在用的。把这个瓦片盖上之后呢，再给这些木头船子啊、房梁全部给它刷上防腐的油漆，我感觉还是蛮快的哈。原来农村的老瓦房居然是这样盖的。在2根木船之间先铺上沟头瓦，在2个沟头瓦的缝隙处，我们给它敷上黄泥巴，然后背面的话用屋脊瓦一盖，用水泥沙灰给它敷上去，做上防水就可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后面的视频。今天呢，我这条视频是让大家分享一下下来之后改造出来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改造我们就可以免费用上10年。这个地方院子够独立，地方也够宽敞，而且交通方便。你程序我就果断的把它盘了下来。还有前边的厨房就搞定了。看着这个小院子，从我刚刚第1天来的荒草丛生、怪石嶙峋，一点点的变了样子。今天是我们小院改造的大房和小阁楼的翻瓦已经进入尾声了。今天整个房子的翻瓦工程就可以结束了。师傅他们在房背上盖瓦的时候吹了好几天冷风，到时候人住在这里边都难下来。今天是我们小院改的沙灰已经全部粉完了，楼板上用角磨机磨出来的花纹是蛮特别的。你看这个新的木船子做出来的，看着就是扎实。
不划算。但是呢，已经都拿下来了，就争取在未来的快乐重建。其实啊，这个老房子的估计今天是我们小院改造的第13天，只有1天没有到白色那种方管栏杆。今天是咱们小院改造的第14天，院草的那个废弃猪圈已经全部给它拆掉了。咱们这边的原来的这个晾晒房，现在已经开始用红砖砌上去复原了。咱们把它架上去，再盖上瓦，基本上就可以完。那也快了，就是这2天的事情。那这边就是我们的观景台了，是可以完成的。今天是我们小院改造的第16天，那搭脚手架，修整这边的围墙。这边这个高高的烤房已经拆掉了，等到把这些碎的砖块运出去，到时候我们在里面挂点腊肉啊、香肠什么的，挺好的。我到时候给它用来垒一个多肉的花墙啊。师傅已经开始上着这种木油漆了，这个木头刷好之后，你看油油亮亮的，还是比较有质感的。这边这个房间已经全部刷好了，油油亮亮的感觉。咱们这些墙上到时候给它刷上象牙白颜色的稻草漆，应该就是白色的，整个空间就会亮堂很多了。刷好油漆，往里边添补一点简单的家具，住人肯定是没问题的了。慢慢的再把它变得越来越美吧。今天是我们小院改造的第10，大门往上抬了差不多40公分，上面的瓦已经重新盖好了，比较漂亮。清理掉之后就可以要开始内外墙的粉刷上漆了。